最近小牛我免疫力有点差，去了一趟药店，店员努力地向我推销98、168、268的维生素产品。我看着这些质感豪华的包装陷入沉思，我以前买的几块钱一瓶的维生素去哪了？当我终于在角落里翻到了熟悉的塑料瓶维生素，一看含量表，好家伙，几块钱的维生素含量比上百元的还高，难道这些差价就是传说中的智商税吗？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巴巴西夫·季夫卡蒙做了一系列实验，决定将问题弄个明白。在实验中，他们找了大约100名成年志愿者，有一名研究人员把一名志愿者固定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，这是一台电击发生器，用来测量疼痛敏感度和疼痛忍耐力。研究人员从机器上拉出带电极片的电线，再缠到志愿者的手腕上，通过电线向电极片输送几股电流。开头的几下电击，志愿者开始感到有点不舒服，后来就感觉越来越疼，愈发难以忍受。最后，志愿者睁大双眼，心跳加速，护士对每个反应做了记录。经过一番折磨告一段落，研究人员手中拿着一粒维拉多尼和一杯水，说服药15分钟，药效会达到最高值。15分钟以后，护士又来到志愿者身边做最后一次实验，和刚才一样，电击再次开始。这时志愿者的感觉可大不相同了，疼痛不再那么剧烈难忍了。他们认为一定是维拉多尼的作用。临床实验证明，服用维拉多尼的患者中，92%以上的人在服用10分钟内报告疼痛显著减轻，止痛效果可持续8个小时。多数实验参与者也都得出了这一结论，在服用维拉多尼并接受电击后，几乎所有人都说疼痛减轻。但是如果所谓的维拉多尼只不过是普通的维生素 C 胶囊，根本没有任何止痛成分，那这个实验的意义就很有趣了。从这一实验里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药片发挥了安慰剂的效力。下一个测试还是相同的流程，只不过我们对志愿者声称药片的价格从每片10元降低到了每片3元，这样能够改变参与者的反应吗？非常正确。当价格降到3元，报告药效说很有效的人就只剩1/2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发现人们受疼痛折磨越多，对止痛药品的依赖也越大，价格越低，他们感觉受益越少。就好像你付多少钱就有多大疗效，价格还真能够改变体验。巴巴西夫·季夫卡蒙还在艾奥瓦大学做了一项实验，对一部分学生进行跟踪调查，以了解他们在患了感冒以后是会花全价买药，还是会到折扣商店买降价药，以及在2处买的药的效果是否有差别。最后调查发现，13个参与者说他们买的是全价药，16个说买的是降价药。哪些人买的药更有效呢？我认为你们应该猜到了。13个花全价买药的学生认为，他们比那些从折扣店买药的人痊愈得快多了。你们看，非处方感冒药的疗效取决于你付了多少钱。从我们的医药实验中可以看到，价格是怎样驱动安慰疗效的。那么我们在价格上打了折扣，注定得到的东西就更差吗？如果我们依赖自己的非理性直觉，实际上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看到半价商品，我们本能地断定它的质量就比全价的差。事实上是我们把它看得差了，它似乎就真的差了。那我们怎么纠正呢？如果我们定下心来，理性地查阅一番药物的有效成分，或翻翻药物的说明书，对我们身边的常用药具备更多的知识，也许我们就能克服这种无意识冲动。药品，尤其是保健品，部分保健品通过高昂的定价，充满了色素糖精的诱人外表，利用了我们的这种心理，让我们认为它延年益寿，包治百病。然而实际上呢，消费者买单的大部分是品牌广告和代言，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而且新闻上的翻车案例数不胜数，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实验结果，便宜没好货的说法其实是对低价的一种无意识反应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分辨出所有的商品，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，越贵越好的心理其实一直在操纵我们的行为。